线的打法。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小雪已经来到了同位置射手位经济第一，分均经济将近800，795，10分钟经济第一，场均红 buff 第一。就是现在的 TDG 开始稳住前期，中期结束比赛，这小胖撑前，小雪 carry， 这也是小雪最喜欢的打法。对，就前面别打架，等我装备起来，终结比赛。就是他们现在来到了这样的一种打法，所以今天面对到的京东，但北京京东我们知道他们在前期中轴线上给的压力是很大的，而且他们的医学率特别高。对。他们非常喜欢在前期靠中轴打出优势，所以说两支队伍的风格其实是矛盾的，到底是谁能打破谁？让我们来看看。all in， 钟馗逼你半盾山，哦，放出来了。山上我们也看到了用苏烈戈亚去打盾山比较好的一个效果。盾山直接拿，那京东要不要直接苏烈加戈亚？现在就有2种解法，其实这个很好看，是标志性阵容，看谁能稳得住。对，一套钟馗小乔，一套戈亚苏烈，但钟馗已经被ban了，戈亚苏烈拿不拿？应该没得跑了。但这把 TDG 是有武则天的，那一把对方是没武则天的 ，TDG 可以直接艾琳武则天，而且武则天一拿其实会导致你3楼的关羽不好出。其实武则天给到苏烈那边也挺厉害，就是你进场的时机容易被我断。对，那2技能和大招，包括那个大球，海月，哎，没有选择武则天。那武则天其实京东也是可以考虑的。对。就如果你不拿的话，京东可以考虑把武则天也给拿过来。武则天打盾山本来就好打，配合苏烈也很不错。但有时候会出现那种推过去在大招落点一那是默契度的问题。对，狂铁还是要顶强度。拿狂铁的话，京东可以考虑要搬一下关羽。那要搬的有点多啊！你看班羽、关羽、夏洛特。太多了，还有什么司空震，这些其实都是对戈亚有威胁的。是的，阿古朵，因为大司命啊，有点想拿大司命的意思，不过应该是为海月版的。其实大司命在确实不错。大司命的话，因为你对面还有个苏烈，其实你也对他有一定限制。还是对着搬。小乔，那看最后一单要不要给武则天？哪吒为戈亚搬的，这关羽在外面。看 TDG 最后一手，武则天搬不搬？沈梦溪搬不完，第一把英雄太多了。要不要直接拿？然后5楼留个 counter 位。青龙的中路英雄安琪拉就是更容易跟苏烈切 combo， 爆发更高。就苏烈如果闪敲顶回来的话，那一套必死。锁了，有夏洛特和关羽，应该是2选1了。然后这时候打野，小胖这赛季其实用的战士也偏多。橘右京吗？哇，堆前期啊！那我会做你白起改变思路了，橘右京加一个坦变白起。白起其实也算是萝卜这赛季比较亮眼的英雄。印象有一把是他大闪嘲讽了4个，但是这种其实一个狂铁一个苏烈，你想1号把他们2个秒掉是有点困难的，一个特别肉，一个2条命。特别中路是一个海月，海月其实不是像安琪拉这种跟白起接 combo。这把会出现一个情况，很有可能就是白起直接原地嘲讽苏烈，这个时候海月得拉另外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时候拉完之后就正面是4打4，等待海月大招出来之后打第2波。他们的集火其实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划。白起打苏烈本来就是嘲讽之后打1条命，等 CD 再打的这种啊，这就会导致如果你海月拉出来阵地站不住的话，容易被反打。对，但目前的京东其实不是很怕这个白起了，他可以一股脑涌上去。其实狂铁跟苏烈是能跟白起刚正面，再还有个云音，反手非常强。对，大招还有霸体。第一把 TDG 整体是比较拼的，我觉得还是相信自己前面发挥比较亮眼的一个白起。这个阵容很考验整个队伍的配合跟基本功，就小胖的经济要高，萝卜的嘲讽时机要拿捏好，这样其实中期两边会打得很频繁。然后他的先手多，主要他先手真的多，盾山、白起、橘子、海月全是先手点，但是中间的配合又不能断档，
特别是像海月的大的释放时机，包括释放目标也你不能随便拉，你不能跟说崩嘲讽回来你拉走了，这就肯定结束。对，而且你如果看到人就拉的话，如果被拉的那个人在幻境里面没死，你地盘其实苏烈虚大不一定站得住。而且中间还有一个涉及到爆发量够不够的问题。对。但是京东这边它不一样，就这赛季其实这么说吧，就现在的 TTG 是不爱打前期的，非常不爱打前期，打中期的。但京东是特别爱打前期，特别爱打前期的，所以两支队伍是完全相反。而且两个队伍的场均市场其实相差蛮大的。但今天可能有一方的节奏会被打破。为什么说今天这场比赛好看？肯定有一边不会打那么舒服的，因为你到目前为止，一个不爱打前期的队伍，理论上应该偏慢，对吧？但为什么说 TTG 爆发力强啊，观众朋友们？一个前期不打架的队伍，中期发力能够把胜利时长拉到14分07秒，就说明可能只接最后的关键的1到2波就把比赛结束了。对。他的打压频率非常低，他的阵亡数在目前为止全联盟最少的整个队伍，就是他不怎么打，但他的场均经济差是联盟第一，就靠那几分钟的发力一击必杀。但京东呢不一样，你看他前期发力压着你打，对吧？但他的终结比赛时长是16分36秒，其实不能算特别快，他们只是安稳的会把经济领先持续的扩大一波线去推你的高地。他是什么样的？你是说他杀死不了比赛吗？其实京东也不是，他习惯是我拿到足够大的优势之后，但是他的终结比赛是很稳的，放慢自己的推进节奏。他也许是我可以这波尝试杀死比赛，我可以一波推掉，但我会用更稳的方式，对，也许再放慢一点，拉长一点，把你带走。所以说今天这两个队伍的风格特别的明显，截然不同啊！看看谁能把对方拉到自己的舒适区。你看像京东的话，他们目前为止是暴君控制率联盟第一，77%，主宰是0，不要。然后暗影主宰100，暗影暴君75，风暴龙王都能够有100%，所有的中立资源控制率是76%，排在联盟第一。他就是标准的那种，我拿到优势把所有资源都滚死，滚到你完全受不了之后，把比赛结束掉。特别中间有一个特别优异的数据，他的红 buff 控制率达到了65%，这个数字在这个赛季太重要了，因为所有的队伍现在你看到，只要你红区被控了，基本上就结束，65%。然后在 TTG 这里呢，不一样的点就是他们是不要暴君的，他们这赛季喜欢放第一条暴君去换主宰，就是他可以接受我前期小烈稳住稳到中期来，他的暴君控制率只有36%，但是他的主宰控制率是100%，就是他一直在换。但是在10分钟之后，反而是暗影暴君控制率直接来到90%。就我有3件套了，我可以开始给你接了。对的，就是他的中立资源控制率在这几场比赛打完之后 ，TTG 也有68%的中立资源控制率，但京东高达76%。一个是更偏向于前10分钟的中立资源的掠夺，一个是更偏向10分钟之后的，就导致了今天这场比赛，所以我们说一定有一边会被限制住，因为他们的风格真的截然不同。现在看起来，虽然对阵容啊各方面大家可能理解一致，但局内的感觉真的不一样。又或者说，大家是不是真的可能前面的比赛没有把他们的完全体逼出来？今天会不会看到不同的一面，真正的激发出他们的潜能？让我们来看看吧。双方的第一局比赛，蓝色方广州 TTG， 红色方北京京东。我是李九，我是北岛。进入比赛，全军出击。都是中野来抢第一波中，但无畏这边是在中路的人更多一点。小胖这边是一个清了一个裂线，回去直接拦开。上岸新浪被压有点低，这两边的这个中野辅爆发都蛮高的，特别是到4级之后。对，但京东这边的话，它有更多的这种控制类的 combo。看一下这个赤甲被赫兹拿到，是的。就一旦到4啊，云鹰、安琪拉、苏烈这3个点，主要是控制太多，而且太好接了。对，这波中应该要放一放，先刷野。上路的空间之灵也被京东拿到，等会可以直接传到中路来。萝卜这把我也很好奇，他会怎么开？他这赛季白棋打的确实是，但是这把有点难开。其实对于他的要求很高，对，特别是如果来中路的话，你的大闪的释放时机，他是开到人是很简单的，但不一定能秒得掉。但开好是挺难的。对。哇，发一路很热闹，8个人，先玩一会儿，发一路现状，都想吃线，就只能互相先拉扯。打乱斗，闪飞架回来，但地线没法接。还行，好在一技能能回来，就是打状态。对，那这种是这样的，盾山背回来的话，他要么就是盾山界橘右京，要么白棋界橘右京。就当时无双已经有意识，对方肯定要开了，再往后进行一个拉扯。
大招都还没交，主要盾山一技能附身队友了，先拉过来，队友能够更快的吃到。穿连枪，这也是目前白起不太容易被卡线的一个原因。嗯，你不但要卡他线，有钩子。对，而且打野过来吃的话，直接拉过来，让打野吃的更快，直接溜，不会浪费很多时间。萝卜有意识到，对方的中辅消失很久了。其实还是要看第一波暴君和主宰的一个对抗，是争还是换？中路位置，无双是直接交大走人了，应该是挨了一炮打，被背了。主要这波青龙是上去拿空间之灵的。闪，随，其实光明4分钟的波得小心。TDG 这赛季其实更喜欢换主宰，他那波小心可能要被3到4个人直接越。二红直接让，哦，现在的小胖一直红就让的特别快，对，所以说他这赛季其实看到他个人数据的红 buff 是明显要比较少的，但是小雪是红 buff 场均第一，他过得很舒服。安琪拉应该要先接一波狂铁，这波直接要去断线了，我有点来不及，但还是可以先清。清完的话，京东就可以先来龙坑，狂铁可以直接传。而且橘右京有蓝 buff 的话，感觉应该要换龙了。不是心里话，现在你到各个队伍里看，第二个能直接给的也不是特别多，除非那种就是本来就有优势，能够更明显的打出现优。那小胖给的次数真的蛮多的，现在就是以小雪为核心。这放到以前的炮王身上，吃饱饱的，我是真很难想象他直接把符这么给。动手直接跟龙打了波 combo， 然后过来的萝卜也被控了一下。两个人都吃满控制，他回头嘲讽，在龙坑当中苏烈过来补了一拍的海月，已经成功把人拉走，完成收割了。一血到手，自己肯定也走不了，但是一换一的话，中路换中路，完成了互换。那小胖这个点掉的就有点难受了，再往野区里走，进来想把野区蚕食掉，蓝 buff 是被戈亚拿到。京东就是很明显啊，他知道你第一条龙不过来，提前让青荣和光明在这等着，知道你要换龙，研究过，知道你喜欢这赛季喜欢换龙，对。你龙不来的情况下，我两个人可以蹲一下，打残了小胖。就是前面提到的，就是在 TDG 这边，暴君控制率36%，主宰控制率100%。这几天的比赛视频没少看啊。是的。而在这之前，京东是从来不动主宰，就主宰控制率是0%，暴君是77%，联盟第一。因为当时其实，在 TDG 这视角里面，就是觉得京东肯定都去拿龙了，我换个主宰，然后把兵线一吃，等下一波。光明那个角度找的也好，跟龙打了波 combo。对。哇。京东特别是在前中期啊，打得太好了，还是要研究对手。对，控住，拍起来，顶上去，这个角度不是特别好，有被动。白起前面还是肉，不是没办法让安琪拉把一套都换进去的话，打不掉。对，先拉过来，这波应该不会压了，技能都前面都交完了。而且我们前面看到那个问题，就是在小胖这个点上。橘右京不能掉，橘右京一掉的话，感觉不管盾山还是白起还是谁，这 combo 不好接，伤害感觉只能交大了。这样的话，下一波感觉上一塔有机会了，这波感觉要进蓝了，白起这边肯定要回家的。就是10分钟前的京东啊，就是不给 TDG 把节奏稳下来的机会。对，去中路吃个血包，那感觉这波要接。不过萝卜的闪现 CD 还没好，大招也差一点。但这波戈亚没靠，感觉应该是把你的人逼到蓝区，让戈亚推下一。那目的也达到了，就蓝 buff 和一塔你得给我一个。这波要进红区给压力了，要等云音过来。中路的河道视野和红后都被京东给占住了。主要这个口子，其实狂铁去挤视野的话，苏丽和安琪拉有 combo 接的空间。小小一片红区占了10个英雄，动手第一下没能够拍到，盾山找了个角度，但是盖的不算自己位置非常差，回头背了一下往出拉，光明跟过来补伤害，两边都是残血拉走，但里面海月已经把人带了进去，跟云音在里面玩一会儿，要等第二波技能的 CD。外面的萝卜也在卡自己的 CD， 但是现在放不出第二个嘲讽，救赎刚刚做出来，直接给了个盾拉开。这波提前量做的很好啊，知道你红刷新，
直接提前过去占视野，把中右和红护草都占住。你过来的话就得被我打，让狂铁前面用视野撑着。主要还是看下一波蓝区能不能再尝试进去打一个。这个对 TDG 比较麻烦，就是他能接受前期稳，但他不能接受自己的野区背景。而且如果小雪的红一直被控的话，其实对于后面的作战能力是少很多的。这是控到 TDG 的7寸上，命脉啊！就小雪的经济发育跟红 buff 这个点是他们不能接受丢的。拿个主宰。先被清完，但这波中路有线前的话，这个蓝区京东不太好进。海月也在蹲，也碰不过，除非能秒后打一塔，钻进塔搞一下，现在就是在做防守，撑一会儿是一会儿，反手大招嘲讽往回带了一下，顺便保证自己安全。那盾山给这个大招之后还是那个问题，伤害量不足。而且把你的人逼到一塔再打残之后，这个蓝区感觉有机会了。蓝被拿了回去，是给到了盾山，等于反掉了。对，京东做的很聪明，就蓝 buff 先刷新，我先不管，把你的人逼过来，推你的一塔，你人都来一塔之后，白起交完了自己的大招，再进你的蓝区，很有层次。但这波红区就来不及了。这波其实对于 TDG 来说，我觉得能接受，只掉了个一塔的情况下，蓝被盾山拿了，红也给小雪保住了。主要第一波集火是配合青荣安琪拉的伤害，把罗伯的白起伤害对血打低那波了。血下完残之后很关键，哎，找狂铁，但是被反包，反手枪，无双过来，光明加了个盾，能保住自己蛮技能回了一点，还拉开没有死啊！再找角度过去，寒的血量也非常的危险。小胖这里知道自己不太好跑，再刷大招反杀做不到，无双2连击破。哇，这波光明的真开团有说法，真有说法。先往回拉扯，队友马上赶来的时候，立马回头2闪把团开了起来，刷了2个大，把自己保了下来，真关键呢。安然撤退。哇，这个时机拿捏的太好了，那队友的支援来的也快。对，来看一下，这个时候先等一下，二技能回头 A 闪，云影赶过来，配合苏烈的大闪，直接收下小雪。这个时候安琪拉的二技能再中了小胖，黄铁的第2个大好了。黄铁这边还在靠走位在骗小胖的技能，高明这里一直在正面来回拉，他手里有大招，他不怕被秒。时机拿捏的真好啊！那这样的话还能在10分钟之前再反波蓝。哎，光明的这个操作也是被京东众人养出来的心态，我觉得他操作现在打得很自信，对，那种连胜状态，是队友给他的底气。就你一直在赢，你操作变得就比这样自信一些。现在狂铁是有苍穹的，可以去吃第一波，可以把仇恨拉过来。现在 DDG 起火打不到这个狂铁，主要还是得看罗波的一个大闪。主要艾琳莎也是慢慢打。哎，想抢，角度不好啊，下去要被打的，因为龙血控的非常漂亮。青荣倒了，是的，但还要继续追吗？苏烈在这角度没推回去，单推了一个白起，白起顺势一个嘲讽，拉回来了，然后把射手往回拉。其实这波操作很精细，但时间还是短了一点。第一时间没有太好的办法，小雪这里也没辙了，再被追上，光明2连击破，还要再打苏烈拍起来，但没有后续控制。海月这边应该也走不了了，找了个很好的角度。最终是京东打了一波1换3。哎，其实萝卜刚刚那个反开挺值得学习的，就他这个白起玩的确实好，但是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。后面没有输出了。对，而且他那个反开是连京东那边都没反应过来的。主要是第一波京东把这个龙头的仇恨拉出去了，导致小胖想去抢的话，你还得一技能过去再往前走。而且血线挑起来非常好，大招挑完，小胖倒了一整套燎原白斩斩过去，但效果一般，钻高地。京东要撤了，他们的风格他们不会再打。能再给点抓白起活了，然后看能不能破一下中塔之后，可能要去拿主宰。哦，还想拆，知道海月和绝境不在，5打3的，下高那连破了2个啊！哇，这波赚了很多啊！不知道看有没有那波团战的回放，会导，就那波把龙头拉出来，会导致小胖想拼的话还拼不了，一技能下去距离还不够，就要挨打，他被迫得回来。而且龙没到斩杀线，如果那个时候想走的话，就已经把团开起来了。然后白起在中间有一个被开之后的顺势反开，就是先挨了一波打，挨完之后直接大招过去，然后他的兵甲跟钩子，包括每次闪现拉回来位置，其实用的都非常好，但是拉回来之后还是没打过，就比较可惜。主要后续成员的战斗力不在一个级别上。对。再拿
主宰到手，拿完主宰的话，可以直接放下路，对，就可以考虑终结比赛了。估计还是要先把红控。哇，今天京东的这个滚雪球的连贯性很足啊！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京东的打法跟 TDG 的打法，然后这把京东打出来了而已。对，闪拍逼海月的闪，是的，就是两边总有一个会把自己的打法打出来。目前看起来，第一把京东确实打出来，萝卜被打残，而且在控制距离啊，小韩这里没给到光明压力给的很足机会，，一卡4，正面卡位置先三把高高破了地破掉。这样的话应该等后续的龙兵才要不要尝试一波。但塔下的话，水晶前 TDG 可能考虑要开了，看要不要等一下，因为无畏的闪还差一会儿。表演白斩消耗一下，龙已经到了4条龙兵往前挤，拍一下盾山，想背人过去，一瞬间被安琪拉2技能打到了，最后极限给出个大量的效果一般，盖他们的没能挡得住黑沙包的位置，盖在3个人正中间，几乎全部打掉，帮无畏点灯，4血没有能够拉出来，但龙已经进来了，可以杀死比赛，让我们恭喜北京京东。京东只要走出自己的前期节奏，就狼队就一定走不出自己前面比赛里的节奏了，因为我们说了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啊 ，TDG。就是因为当京东拿到前期优势的情况下 ，TDG 是没办法稳住自己的前期等到中期发力的，接不住前面的一个发育，对你前期接不住他那个进攻力度，就比较麻烦，就到不了他们擅长的中期。听听评论区怎么看？恭喜北京京东先拿1分。刚刚解说期聊到，京东只要把自己前期节奏稳下来的话，基本上没有给到 TDG 任何机会。TDG 有点太拖了。是 TDG 这套阵容选出来就是4保1，前面阵容一出来，乔西就在台上说，这就是典型的 TDG 的阵容。是，但是京东前面的优势最多就1000经济，其实有替他们捏一把汗。如果不是下路那一波追光明，被他反打的那波，真的很难说后面。就9分钟那一波嘛，等于是 TDG 下路掉了波大节奏，就是光明是狂铁进草拉扯，然后直接回身反敲，然后橘右京这个点，当时经济1号位掉了。对，就重点是什么？他没倒，兄弟们来的还快。是，就京东前期起的2波节奏也还可以，就4分钟他们做的第一时间的换龙的决策，然后包括再到7分钟，京东进了一波红，也是成功把红 buff 反到了。但是 TDG 其实前期一直在拉扯，在避战，差一点，就像老王说的，要有这个发育成型的苗头了。对。如果真的是没有下路那波事情的话，真的被他们拖住，真有机会的。就是去下路想抓住狂铁嘛，然后被撕开了口子，相当于是。那波狂铁其实按理来讲，我也觉得能抓，因为他也没苍穹，对不对？其实他反开的很及时，看到橘子交易要打第2套的时候，不给橘子打第2套的机会，直接翻手消射手，时机卡得很准。是的。另外就是当时艾琳和橘右京2个人的这个位置是稍微有一点点脱节，就盾山这里想救想背，但是1技能 CD 还没有站好。说到盾山。这把既然要保，就不要去开你的2技能，疯狂开还疯狂失误，关键是，就你要么开，你可能没有开好，开空了，自己身位靠前，队友还得身位靠前，用你的1技能来接你，要不然就是你2闪开了，但是开到了你不致死，或者队友技能都已经交完了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接上 combo， 就做好了要4保1的准备，但是中间好像出现了小小的插曲，没想明白，就如果能够盾山这里在攻守兼备想得明白一些，再忍一忍。也许后期团战就好打了，因为当时白起已经有兵甲了。就这把能开先手的点最好的，其实要么海月，要么就是白起。我觉得怎么都不应该是盾山。盾山所有技能全部用来拆都好一点，因为我后面发现小雪经常被落下来了，你知道吧？好多波团都没人管他。最明显就9分钟那波，一个人站在那儿孤独无助，也挺可怜的。因为确实你要围绕他，你就得让他环境好一点嘛。对。反而是京东啊，我觉得他们的各个 combo 链之间的衔接做的蛮默契的。两边第一把的这个阵容都有一点拆了自己前面比赛就是吃分体系，像萝卜的白起前面是2战全胜，但是他搭的全部都是少资源。是。这场德语是自己拆了。然后京东的话，前面安琪拉都是拿来配召唤针的。但还行，就是在于2个队伍的风格，这把完全是用阵容体现出来了。对吧？小韩今天不简单，小韩今天抗压抗得好，打团的时候输出环境找的还很不错。这也是乔西前面点的嘛，两边的射手包括队伍的风格其实是截然相反的。是的，这把其实左边的阵容，像这种保障好的阵容，到了后期其实是对对面射手威胁是比较小的。还是靠自家射手打输出。包括无畏的这把苏烈，视野价值、河道视野占比、团战支援次数，做的也相当不错。